赏花宴上，妹妹被人下药坏了名气，她和眼王的婚事落到了我头上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干的。谁想3个月后，眼王在前线受俘重伤昏迷不醒，我被一顶小轿送进王府冲洗，人人都等着看我笑话。喜轿中，我重重啃了口包子，睡得香甜，升官发财死相公，美得很，美得很。我爹是丞相，我娘是公主，我妹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一家人中只有我最不成器，是京城鼎鼎有名的草包美人。从前京城人提到我，还会感慨一句：大小姐虽然愚蠢，但实在美丽。现在提到我，只会摇头。大小姐虽然美丽，但着实恶毒。原因无他，半个月前的赏花宴上，我妹被人下了催情散，被发现时，她正和一落魄菊子打得火热，由此坏了名节。半年后，就是我妹和眼王的婚期。现在完了，眼王还在前线打仗，浴血杀敌呢。结果后院起火，在众目睽睽下戴了顶绿帽子，这事实在丢人。没办法，妹妹和眼王的亲事就落到了我头上。说是当初太后原本指派的就是相府大小姐，因为我与众不同的头脑，没人觉得我能配上眼王。一来二去，众议纷纭，所有人都认定这事儿是我干的，因为我妹出事前只吃了一块我递过去的莲子糕。距离婚期还有6个月，我妹愁得食不下咽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妹妹，你现在出尘绝俗，漂亮的像个仙女。林妙仪，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？我秒懂，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其实裴菊子一表人才，貌似冠玉，咱爹夸她有宰辅之才，日后必成大器。而且她无父无母，配你属于高攀，以妹妹的才华本事，肯定会过上好日子。而且你想，怎么说都是她配不上你，日后想打想骂，吃香喝辣，还不是有你。话没说完，我妹捏住了我的嘴巴，小嘴巴闭起来。从妹妹院子出来时，翠菊重重叹了口气：小姐，您名声本来就不好，赏花宴一事后，京城人更觉得您是蛇蝎心肠，顶着这样的名声嫁给嫉恶如仇的眼王，您日后可怎么办啊？京城人觉得我蛇蝎心肠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嫁的是眼王，又不是京城人。哇，小姐，你好聪明啊！大智若愚啦，大智若愚。直到临睡前，翠菊才反应过来，在我耳边碎碎念：要是眼王觉得您蛇蝎心肠，婚后欺负您怎么办啊？蛇蝎心肠，那不是夸人有心计的话吗？我已经聪明到能被大庸第一战神夸蛇蝎心肠的程度了吗？有点得意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妹已经不需要我安慰了，我爹也终于不用被我娘赶到书房了。妹夫不出所料，高中状元，2个月后就要和妹妹完婚，府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就是偶尔有点闲言碎语，大小姐真是好命，投了个好人家。不然凭那个脑子也能嫁给眼王？就是可怜了二小姐，嫁给个穷酸。就是嫁给眼王又如何？我就不相信眼王那么肤浅。妹妹立马找到货源前来跟我道歉。没关系啦，我又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。再说了，我就是命好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出身呢？妹妹松了口气。不过那丫鬟还是被发卖了。被发卖前，丫鬟梗着脖子，当着我娘和妹妹的面一脸愤懑。大小姐一回来就被相爷公主宠上天，二小姐整日琴棋书画，彻夜苦读，却得不到相爷公主的一句夸奖。大小姐一副小孩子都不屑地看的话，被相爷公主珍藏。我妹气得给了丫鬟一耳光，我娘更是大怒：来人，给我拔了她的舌头，尊卑不分的东西！大小姐救命！大小姐饶奴婢一命！见我娘动怒，小丫鬟跪着爬到我面前求饶。我松开了她的手，反问她：在你出头替妹妹讨公道的时候，就要做好为讨公道而牺牲的准备，不是吗？既然没有，你又是在做什么呢？挑拨我和妹妹的关系吗？可是妹妹从来没有为得不到阿爹阿娘的夸奖而难过啊。丫鬟一脸诧异地盯着我，虽然现在京城人都觉得我蛇蝎心肠，但相府人都知道我最好说话，有什么错求到我面前，都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难听点说，就是人傻好欺负。这也确实是事实，毕竟我7岁那年被人拐卖，在外流离7载，5年前才被认回相府，只是年少时伤了脑袋，有点缺心眼儿。因为这点儿，爹娘和妹妹操碎了心，
在我看不见的角落，他们偶尔会露出一种哀伤、心疼、难过。不管我多少次证明我在哪里都会活得很好，但他们就是不信。可是，我只是迟钝了一点点，又不是真的傻。我年少时遭人拐卖，几经辗转，经历过荒年旱灾，既是饿殍遍地的亲历者，也是权贵欺人的见证者。途中死里逃生过无数次，因此我更珍惜生命。我会替那些因无心之事酿成错误的丫鬟小厮求情，譬如打碎了价值千金的摆件，弄脏了江南进贡的锦缎，上错了我不爱吃的糕点。我会原谅他们，是因为这些物件不值一条人命。可像今天这般有意挑拨却不然，我不会因为一个无关人等，伤了阿娘对我的爱护之心，伤了妹妹和我的姐妹之情。丫鬟被拖走，地上流了一滩血，妹妹很委屈。林妙仪，我没有像她说的那样嫉妒你，这件事也不是我挑唆的。我摸了摸妹妹的脑袋，我知道的，我的妹妹很聪明，不屑用这种小花招。阿爹阿娘也并非偏袒我，他们收藏我不如幼童的画，只是亏欠我在外受苦的那些年。他们不仅会收藏我的字画，也收拾出来2个书斋放你的字画。所以妹妹不要难过，阿爹阿娘也很爱你的，只是你太过优秀，所以那些爱在我面前会显得格外突出。我是想安慰的，结果我的安慰技巧太差劲了，妹妹哭得一塌糊涂，娘亲也是。夏至回来的阿爹惨受牵连，被罚跪祠堂1晚。次日一早，阿爹眼睛都哭红了。虽然很可怜，但我不得不说，红着眼的阿爹很下饭，看得我比平时多吃了1碗饭。有一说一，我在相府的日子如鱼得水，每天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。爹娘和妹妹则不然，他们操心的事儿太多，每天都忙来忙去，不像我，就连嫁衣都不需要自己绣，只需要在绣好之前随便缝上2针。唉，待嫁的日子实在无聊，吃得我胖了3斤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婚期将近的第3个月，眼王出事了，据说是遭敌军暗算，生死不明，至今仍在昏迷。消息传来时，相府乱套了，我娘愁眉不展，我爹冷汗连连，我妹咬着手指想招，京城人更是狠狠出了口恶气，等着看我笑话。次日一早，我就被迫套上嫁衣，被一顶喜轿送去眼王府冲喜了。喜轿中，我重重咬了口包子，升官发财死相公，美得很，美得很。眼王重伤昏迷，我是和一只大公鸡拜堂成亲。新房内，眼王一袭喜袍躺在床上，大红的喜袍衬得他的皮肤苍白如玉，即便是昏迷也挡不他的风流倜傥。那张嘴巴在灯光下显得更为可口。管事嬷嬷在我耳边嗡嗡嗡，王爷如今昏迷不醒，若有不测，还请王妃做好万全准备。大喜之夜虽不能成事，但今日是我和王爷的大喜之日，多余的话嬷嬷莫提，我会照顾好王爷的。赶走嬷嬷后，屋里只剩下我和眼王。没有外人在，我对眼王上下其手。他的皮肤莹白如玉，就是被纵横交错的伤疤坏了美感。我摸了又摸，一摸再摸。兴起时，突然听到一阵闷哼。大胆贼徒，给本王滚下去！我不是贼子，我是你的王妃。所以呢？可不可以走下来？滚下去发簪会戳到你的哦。眼王哽了一下，旋即冷声道：收起你的美人计，似你这般表面懵懂无知，实则蛇蝎心旁的毒美人，本王见多了，本王才不会吃你这套。我想遍了伤心事，还是没压住该死的唇角。你笑什么？王爷夸我长得美，还夸我聪明，您真是太有眼光了。哎呦，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，我连忙捂住嘴。谁在夸你？给本王滚下去！好吧好吧，你是王爷，你最大。我顺从的滚下去，就是一时激动，滚错了方向，滚到一半时被硌了一下，我没忍住拍了一下，却听眼王大呼：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还不给我下去！我怎么不知廉耻了？你还敢问？我不甘示弱，也瞪回去。都说了，我想走下去，你非让我滚，现在还说我，你要是让我走下去，不就没事了？哼，
倒打一耙，休要多言。眼王说着要起身，却听扑通一声，眼王从床上摔了下来，他重重地往小腿捶去，却没有丝毫反应。一双本就肃穆的丹凤眼，如今愈发冷厉。我叫来管事，又请来太医。乌云并没有因为眼王的苏醒而消散，因为眼王如今成了残废。听闻眼王苏醒，流水般的赏赐被抬进王府。听见眼王成了残废，圣上连夜下旨，广招天下名医为眼王诊治。大夫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眼王的腿仍旧不见好转。为此，眼王本就冷寂的面容愈发破人。整整7天，眼王只吃了3碗米饭，饮了2壶茶。太医劝眼王放下忧思，竖着的太医横着被抬出去。府里最会说话的管事扶疏一脸忧伤进来，涕泪横流出去。和眼王最亲近的奶娘端着饭碗进来，端着饭碗出去。这些都和我无关。我在我的小院吃着红烧蹄膀，啃着糖醋小排，日子美得很，美得很。虽说夫妻是一体，但也有先贤有云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傍晚又到了我的用膳时间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翻来覆去的看。大肘子呢？糖醋小排呢？我的粉蒸肉呢？什么都没有。我让翠菊去厨房问问，翠菊还没回来。扶疏来了，50岁的扶疏哭得像只蜂蜜被偷的棕熊。老奴恳求王妃劝劝王爷吧，再这么下去，王爷身子遭不住啊！您知道的呀，京城人都叫我草包，府里人叫我花瓶。您那么聪明的人都劝不动王爷，我怎么能行啊？我才不去呢！扶疏一梗，忙道：若王爷出事，王妃岂能独善其身？没关系的呀。成婚当晚，王爷就说了，他不认我这个王妃，叫我哪来的回哪去。王爷给我一封和离书，我就离府了。扶疏一脸痛心疾首，和离府终归不是好名声，您未来怎么办啊？我嫁过来之前名声也没有多好啊，而且我爹是相爷，我娘是公主，就算一辈子不嫁人，也吃喝不愁的。扶疏不用担心我了。能言善辩的扶疏险些吐血，谁要担心你啦？到了用膳时间，我的肚子咕噜噜响起，我不好意思的笑笑。扶疏，你能不能管管后厨的人，让他们准时上菜啊？我饿了，没办法。我是个作息十分规律的人，到点就扶疏闻言阴险一笑，我如愿吃上了饭。只是次日，扶疏过来传话，膳食已备好，请王爷王妃一同用膳。我刚醒，脑子还没转过来，翠菊已然开喷。哇，这个臭不要脸的，当真阴险。说的好听，王爷王妃一同用膳，那不就是变着法子让小姐您过去劝那阎王爷呢？我哦了一声，原来如此，不去行吗？显然不行。在扶疏的拥护下，我提着裙子来到了眼王的院子。院子很大很空，又静得可怕，一副很没有食欲的样子。我后退了2步，被扶疏堵了回去。王妃，请。好吧好吧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翠菊拍了拍胸脯，走在我面前。王妃莫怕，奴婢护着你。真感动。没感动多久，翠菊就被2个小丫鬟插了下去。扶疏轻笑，王妃，您身边这丫鬟太泼辣，若是在王爷面前说错话，恐怕您护不住她。那你要带翠菊吃好饭，不要饿到她。扶疏怔了一下，而我已经提着裙摆走进了正屋。本来是有点胆小的，但桌子上的饭菜太香了。可恶，和离的时候能不能把眼王府的厨子带到襄府？这边的厨子太会做饭了。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听到眼王阴恻恻一笑，怎么，王妃也是劝本王用膳的？你是来同情本王的不成？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过来同情本王？本王说了不用膳，就是不用。昏暗的阳光下，眼王的脸颊有些凹陷，他身子瘦削，薄薄的一片，好似风一吹就倒。偏一张嘴死犟着不服输，仿佛这样他还是当年那个冠绝京城的战神王爷。我静静地看着，没敢说话，生怕一开口，口水就汩汩流下。若是那般，实在有损我京城第一美人的名声。因为太过安静，眼王不满意，说话哑巴了不成？这可是你要我说的。眼王冷哼一声，眯着眼瞧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。受伤的眼王嘴巴愈发刻薄，我左耳进右耳出，夹了一筷子小笼包，快乐干饭，边吃边说，王爷，你不吃小笼包吧？你肯定不喜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不知道，王府的小笼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笼包，皮薄馅大，一口爆汁，现在有些凉了，刚出锅的带着一口热气的小笼包最好吃了，再配上凝化的枸杞醋，那简直了。眼王大惊，本王让你说话，你说的就是这些废话。因为太过生气，王爷吸溜了一下，察觉到不对劲，王爷可耻的脸红了一下，然后瞪着我，林妙仪，本王再给你一次交代实情的机会。快乐炫完小笼包，我的手伸向鸡丝粥。其实我不想来的，本来我一个人在云书院好吃好喝，日子特别美，但扶疏说了，我们夫妻一体就要在一起吃，没办法，我就来这里吃饭了。话落，我看见眼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林妙仪，你竟敢嫌弃本王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不过是个空有皮囊的草包美人。鸡丝粥也吃完了，再吃口杂酱面收收尾。我的反应太过平淡，眼王大怒。林妙仪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竟然无视本王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点尊卑贵贱？杂酱面也吃完了，我满意的拍了拍肚子，看向他，有的有的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食物在我眼中最珍贵了。王爷，中午我还来找你吃饭，虽然你现在有点瘦脱相了，但是你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，不过总这么大喊大叫，嗓子会哑的。本王不用你管。好吧好吧，我扶了扶裙摆，
起身回云书院。眼王瞪着我的背影，半晌，我听到一阵委屈的气音：“林妙仪，你真坏。”哎呀，我叹了口气，不知怎么想到刚被认回乡府那阵，妹妹以为我要跟她抢阿爹阿娘，委屈了3天3夜没有吃饭。我去看她，她委屈巴巴地蹲在墙角，控诉我：“林妙仪，你真坏。”后来我把偷藏的桂花糕喂给她，妹妹却攥着我的手，边流泪边吃。她说：“林妙仪，你就是个大笨蛋。”可后来被人嘲笑欺负时，也是她护在我身前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去，把偷藏下来准备给翠菊的小笼包送到眼王面前。诺，京城最好吃的小笼包，给你吃。谁稀罕？不吃。那我拿走了，你敢？我收回手，却被眼王一把攥住。林妙仪喂我，她脖梗高昂，不肯低头，嘴里狠狠咬着包子，似乎在咬碎什么天敌。她现在肯定觉得自己高傲极了，可我越看她，越觉得她像一只犟脖子的小狗。听闻眼王吃饭了，福叔感动得老泪纵横。那之后，我1日3餐都要和眼王一起吃。翠菊气得咬牙切齿，他们在拿小姐您当什么？我拽了一下翠菊的衣袖，不好意思告诉她，其实眼王那张脸还是挺下饭的。翠菊哽了一下，我说得很认真，眼王是大庸第1美男子，因为太美，在前线打仗时必须要戴着青面獠牙的面具，否则被敌军看见，总要说他2、3句荤话。先前眼王因为情志不舒，食不下咽，损了几分颜色。如今眼王幼稚的天天同我抢食，又养成了当年的风流俊色。眼王身子日渐好转，福叔和奶娘私下里为眼王找寻名医治腿，我偶尔也会帮眼王推拿按摩。不过眼王的腿还是不见起色。一开始眼王拒绝出门，还攻击那些长腿的正常人。王府众人待他愈发小心翼翼，越是这般，眼王的嘴巴越堵。福叔又求到我面前：“王妃，王爷昔日是天之骄子，一朝被歹人陷害，沦落至此，请您看在和他是夫妻的面上，多宽慰他，老奴叩首敬上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就把眼王带到了平阳公主的菊花宴上。眼王冷着一张脸，不语，瞪向我。我伸出手摸了摸，林妙仪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好冰，王爷是想冷死我吗？眼王愣了片刻，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那张冰块脸更臭了。赏花宴过了一半，平阳公主他们提出玩蹴鞠，非要我参与，我认命地推着眼王的轮椅。眼王大惊，周围人更是大惊失色。眼王义愤填膺：“林妙仪，你居然让我蹴鞠！乖啦乖啦，像你这种人才就该在你该在的位置发光发热。没错，我安排眼王守门，为此收获了眼王昔日迷妹们的指指点点，真卑鄙，简直无耻，丧尽天良。林妙仪，你没有心，你居然让眼王守门，那又如何？我们这队终究赢了。我也拿到了平阳公主的彩头，一只凤凰展翅的琉璃碧玉簪。我捧着簪子欢天喜地。眼王冷着一张脸，警告我：林妙仪，下次拿我当个人，那肯定是拿你当人了。眼王将信将疑，嘴角却不知怎么可耻的上扬起来。菊花宴后，我去哪儿就把眼王带到哪儿，肉眼可见的，眼王开朗不少。眼王受伤后自暴自弃了一段时间，陛下心疼了一段时间，不过碍于眼王无差别扫射的毒嘴，心疼没有维持太长时间。现在见到眼王1日接1日的好转，陛下龙颜大喜，流水般的赏赐再度送进王府，眼王府的地位水涨船高。眼王也受到了秦王、越王、太子等人的邀请，太子无道，圣上隐有废黜之意。眼王无心地位，也不想参与这些党争，是以能推的酒宴都推了。闲来无事，他跟我窝在王府种树，什么柿子树、杏树、梨子树啦。福叔笑称眼王府快成百果园了。眼王冷哼：“果子下来，你别吃。”福叔连忙讨饶。正热闹呢，府里便接到了太子府的请帖，是小皇孙的满月酒。这下倒没有推拒不去的理由了。满月酒上鱼龙混杂，人一多就容易出事，也是有心人搞事的最好时机。但我还是很高兴，因为我看见妹妹了。妹妹和妹夫就坐在我的不远处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对金童玉女。我看得热切，不妨耳边响起一道冷哼：“哼，又在看哪个狐狸精？”我左耳进右耳出。林妙仪，本王今日不帅吗？为何不看本王？妹妹也看到了我，妹夫随着妹妹的视线回望过来。林妙仪，你有本事就跟着那狐狸精走，本王才不稀罕你呢。林妙仪，我数3个数，你不理我，我就走了。3、2。林妙仪，你完了，你会后悔终生的。嘿嘿，看见妹妹真开心。婚后半年，妹夫外放江南，妹妹跟着一起去了。我们姐妹俩有1年没见了。我在王府里经常收到妹妹的来信，信里妹妹说妹夫被她拿捏得死死的。她在江南又结交了不少夫人，开办的百宝阁也是风靡一时，如今已开到京城。妹妹说江南好山好水，叫我有机会同她一起领略。妹夫也说他在江南碰到了一位神医，专通骨科，此次随他一同进京，正在相府。虽然地域限制了我和妹妹的交流，可今日眼神一交汇，我就知道妹妹还是那个妹妹。等我回过神，耳边的嗡嗡声消失不见，再转头，眼王也不见了。等等，眼王不见了！我大惊，没惊完，裙子就被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丫鬟侦查时弄湿。王妃恕罪，请王妃随奴婢到这边更衣。说罢，我手中被塞了一张纸条，请王妃共赏一出好戏。我稀里糊涂的被领到了一处水阁，月色下，
我看见眼王正在和一女子拉拉扯扯，纠缠不休。等我要细看时，耳边响起一道男声：“伤心吗，妙仪？”我看向来人，正是朝中呼声最高、礼贤下士的秦王。许是多喝了2杯酒，秦王的眼底有些暗红。见过秦王殿下，妙仪如今待我怎如此生疏，竟不叫我表哥？秦王箍住我的手，对我竭力挣开，还请殿下放尊重些。我如今是你的弟妹，弟妹，若不是那小人横插一脚，你就是本王的王妃。妙仪，忘记那个废物，跟我好不好？待到他日，本王荣登大宝，你就是本王最尊贵的贵妃。妙仪，武帝不过拿你当花瓶来养，可我与他不同，不仅能给你尊贵的身份，还能给你身为女人的快活。我都知道你和武帝成亲至今都没有圆房，其实武帝打心眼里瞧不上你，他爱的是本王的王妃沈尚书的嫡女沈芳雪。妙仪，你何必为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守贞呢？不等我开口，一颗碎石划空而来，直抵秦王面门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怒气冲冲的眼王。我可能是有点醉了，不然为什么觉得眼中燃起2簇小火苗的眼王如此鲜活，如此可爱？我感觉整个人都晕乎乎的，站不稳路。耳边是眼王又急又气的怒吼：“林妙仪，不对，我好像是中毒了，不然怎么听见了小狗叫？”轮椅声咕噜噜靠近，我身形一歪，栽倒在谢之眼怀里，喝醉一般捧起他的脸，又凑到他颈间嗅了嗅。谢之言，你好坏啊，你和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，真不像话。谢之言脸红成一片，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。林妙仪，回去再收拾你。突然，谢之眼身形一僵，颈间传来一片湿润，接着是密密麻麻的疼，带起连绵不断的痒，此起彼伏，融进骨髓中，让他爱恨不得。小色猫，语气轻不可闻，随今夜的风消散在月色中。再抬头时，谢之眼眸中满是厉色。下作的小人，给也滚！武帝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不过是在这边醒酒，偶遇弟妹，倒是你和本王的王妃拉拉扯扯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谢之眼嗤笑出声：本王只是腿有恙，并非伤了脑子。既然你这么爱装，本王也不介意帮你揭了那张人皮。秦王银牙快要咬碎，但面上端的一片泰然。所谓伪君子，莫不如是。自眼王12岁去军营历练，兄弟俩很少见面。是以秦王没见识过眼王那张毒嘴，本王本不欲与你多言，奈何平生最受不了你这般下作的伪君子。你什么？你个无耻小人，端的一副君子皮囊，温润如玉，比出身比不过中宫嫡出的太子，论家世比不过世家大族拥护的越王，论本事更不如16岁想撤3军横空出世的本王。你的手段就是利用那些世家落魄女子的一片痴心，让他们爱慕于你，许他们至尊之位。你落魄时便甜言蜜语加以哄骗，你起事时便弃之如敝履，丢之一旁。你敢说你一身清清白白，手中没有半条无辜人命？本王当然敢，是吗？拿你日后的子嗣对天起誓，你可敢？秦王抬手，恨不得用眼神把谢之眼射成筛子。谢之眼懒得理他，将怀中人小心护好，而后转过轮椅，咕噜噜离开。离开前，谢之眼不屑摇头，也就是他有恙在身，换作往日，高低把秦王踹到吐血。我身子不知怎么特别热，好像天上有个太阳对着我晒，要把我晒干。晒着晒着，我摸索到了一片水源，那片水还会说话。福叔，快一点回府，声音好熟悉啊，是谁呢？想不起来了。我摸啊摸啊，摸不够，就忍不住舔了舔，甜滋滋的，凉冰冰的，好想再要。身边刮过一股风，那晚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自己动。我昨天绝对喝到了假酒，不然我怎么头晕脑胀，身体像被劈开一样呢？醒来时，我正趴在谢之眼怀中，有点难受。我换了个姿势，蹭啊蹭，腰突然被人攥住，头顶响起谢之眼有些沙哑的男声：“乖妙妙，别动，不听不听，和尚念经。”等我被拖着起来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不动了，我保证听话。晚了，再醒来已经是下午。好了，我承认我有点呆，但我后来也看过不少图，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。饭后，谢之眼陪我消食，聊起昨晚的事，我眉头微蹙，所以我中了秦王的催情散。那当初赏花宴上，妹妹中的催情散是不是也是那件人做的手脚？谢之眼眉峰暗拧，纠正道：“当初他下药的对象也是你，只是途中出了点意外。秦王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野心又大，唯一依靠的就是一副皮囊。”勾搭那些未经人事的小姑娘。当初我被认回相府，他几次打着表哥的名头安慰我，想借机攀上相府的亲事，让我爹为他效力。但他写的诗词我看不懂，他挑拨离间的话我都跟妹妹说了，因此爹娘愈发不喜他，更禁止我和他来往。秦王便狗急跳墙，想在赏花宴上对我下药，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苟且。待到失真时，他再上门求娶，许我正妃之位。届时他名利双收，还能得到相府助力。只是没想到中药的成了妹妹，打破了他的计划。他便将计就计，造谣我蛇蝎心肠的名声，买通府中丫鬟，挑拨离间。他这些计谋在我身上虽没有成功，却成功算计到了沈芳雪。
可恶，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无碍，本王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谢之眼说到做到。半个月后，秦王先是坠马，瘸了一条腿，而后被光禄寺大夫的庶女敲灯闻鼓告御状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越王和太子更是落井下石。秦王犯事的证据被一一揭发，圣上大怒，将其贬为庶人，囚禁宗人府，永世不得踏出。担心秦王过得太好，谢之言把秦王曾经害过的那些女子的家属都安排在了秦王身侧，随时左右。听说秦王不是今天被割下一块肉，就是明天被打得满脸血，但秦王身边安排了大夫，每病危时都有大夫将其救活，真是便宜他了，居然能活这么久。我吐槽道。谢之眼随声附和，确实便宜他这种小人了。婚后第2年，太子失势被废，越王被册立为太子。谢之眼的小腿在神医的治疗下终于有了知觉，他开始尝试站起来，最初站不过数息，随后一点点延长，到今年夏日已能站起1个时辰，走路看上去与常人无异。神医说再治疗半年便可恢复如初，随便了，无所谓。还没恢复好的谢之言已经很难缠了，真等他恢复完全，我的小命估计就交代了。为此我还做了好些噩梦，说了好多梦话，不要武将。一次醒来，谢之眼靠在我颈间，轻声细语，声音听得我如痴如醉，直到听他说妙妙不找武将，是看上哪个文官了啊？说出来给为夫听听。妹夫那种就很好啊，听话懂事又顾家。原来妙妙喜欢裴宪啊。等一下，等我后知后觉，意识到不对，为时已晚。可怜我新做的襦裙，那是江南最新进贡的布料啊，现在都成了一团布条了。呜，谢之言，你赔我衣服，不赔衣服，赔妙妙夫君好不好啊？哎，果然妙妙还是想换夫君啊。哎，都怪为夫出力不够。等一下，晚了。哎。等我醒来时，完美错过了相府的家宴。妹妹和娘亲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翠菊在我耳边低语：“小姐，您的吻痕没遮住。”天杀的谢之眼，喊我当初那个傲娇高冷，一句话都懒得跟我说的小狗。等我怒气冲冲跑去找谢之眼算账时，却看见梨花树下，谢之眼长身玉立，轻摇纸扇，笑意盈盈。他冲我伸出手：“妙妙，我们回家。”天啦噜，锦绣玉袍，温文尔雅的谢之眼好帅。阿娘，妹妹，下次的家宴我又要迟到了。月色下，谢之眼紧紧搂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大色迷，轻声询问：“妙妙，我是谁？”谢之眼：“妙妙，你喜欢谁？”谢之眼。梨花落了满院的时候，我把王府的御厨逼得差点递了辞呈。起因是妹妹从江南寄来的信里说当地新出了种牛乳膏，软得像云，甜而不腻。我捧着信流了半宿口水，转头就拽着王厨子研究了3天。王厨子是当年圣上亲封的御厨总管，告老还乡后被谢之眼八抬大轿请回府，如今被我折腾得眼底青黑，见了我就绕着道走。翠菊端着新蒸好的糕点进来，重重叹气：“小姐，王厨子今早跟福叔哭诉，说伺候圣上都没这么费脑子。”我捏起一块塞进嘴里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软糯香甜，奶香四溢，成了。那是他没福气，我又塞了一块，含糊道：“能给本王妃做吃的，是他修来的福分。”后腰忽然被人轻轻揽住，熟悉的龙涎香裹着梨花香漫过来，谢之眼的下巴抵在我发顶，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：“哦，我们妙妙的福分，难道不是嫁了个好夫君？”我回头就看见他倚在门框上，锦绣玉袍衬得面如冠玉，长身玉立的模样，比院里开的最盛的梨花还晃眼。天杀的谢之眼，腿好了之后越发会勾人了。当初那个躺在床上冷着脸喊我滚下去的犟脾气小狗，如今成了京城贵女的梦中情郎，偏偏天天黏在我身边，跟块牛皮糖似的。我把半块牛乳膏递到他嘴边，挑眉逗他：“夫君好不好？要看他给不给妙妙买江南来的牛乳膏。”他张嘴咬住，舌尖不经意扫过我的指尖，惹得我一阵麻，嚼了2口皱起眉：“太甜了，你懂什么？”我抽回手，甜滋滋的才叫好日子。他低笑出声，把我散在脸颊的碎发别到耳后：“早让人去江南定了，快马加鞭，3天准到。”我眼睛更亮，踮起脚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。谢之眼，你真好。他耳尖瞬间红了，手却更紧地揽住我的腰，语气酸溜溜的：“那怎么前几日收了你妹妹的信，抱着心笑半宿，也没说我一句好？又来了。”陈年醋坛子又翻了。自从妹妹和妹夫裴宪外放江南，我和他的书信就没断过，每次收信我都能乐呵好几天。谢之眼就天天蹲在旁边阴阳怪气，我正捏着他的脸逗他，福叔急急忙忙跑进来，脸笑成了一朵花：“王爷，王妃，大喜，襄府来人了，二小姐和二姑爷从江南回京了，刚进城门，让您和王妃过去呢。”我手里的牛乳膏啪嗒掉在盘子里，妹妹回来了。我瞬间从谢之眼怀里蹦出来，提着裙子就往外跑。翠菊，快给我找那件新做的石榴红襦裙，我要去见我妹妹。身后传来谢之眼无奈又好笑的声音：“林妙仪，跑慢点，小心摔了。”我才不管，我和妹妹1年多没见，别说摔了，就算掉了血，我也要第一个冲到相府。相府早就张灯结彩，热闹得跟过年似的。我刚冲进大门，就看见院里站着的熟悉身影，月白如裙，眉眼清丽，不是我妹妹是谁？妹妹！我嗷一嗓子扑过去，她笑着张开胳膊接住我，被撞得后退2步，点着我的额头笑：“
林妙仪，1年不见，你还是咋咋呼呼的，眼王就没管管你。他敢，我得意扬下巴，抱着他不肯撒手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天天盼着你。江南的牛乳糕我还没吃到，你先回来了，比牛乳糕还让我开心。妹妹被我逗得笑个不停，拉着我上下打量，眉头皱起来，怎么瘦了？谢之眼没给你饭吃。我还没说话，身后谢之眼无奈开口，二小姐冤枉我了，她天天嘴刁得很，御厨都快被她逼疯了，就是光吃不长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妹妹瞪了她一眼，那架势跟当初护着我骂嚼舌根的丫鬟时一模一样。我姐姐金尊玉贵嫁给你，不是让你委屈她的，她要是再瘦了，我唯你是问。谢之眼连连应是，半点战神王爷的架子都没有。我看着他吃瘪的样子，笑得直不起腰。还是我妹妹厉害，能把谢之眼治得服服帖帖。席间热热闹闹，妹妹说着江南的烟雨西湖，说她的百宝阁已经开到了京城，这次回来就是打理生意。我听得眼睛发亮，拽着她的袖子要入股。妹妹笑着点头，早给你留好干股了，不用你出钱，等着分红就行。我感动得差点哭出来，还是家里人好。酒过3巡，妹妹拉着我去她院里说悄悄话，关上门就收了笑，神色严肃起来。姐姐，这次回来还有件要紧事跟你说。我在江南碰到个当年在相府当差的刘嬷嬷，她见了你的画像，一个劲问你手腕上是不是有个月牙形的胎记。我嘴里的桂花糖顿住了，左手手腕的月牙胎记是我打小就有的，也是当年爹娘认回我的凭证，除了家里人，没几个人知道。她还说什么了？我下意识摸了摸手腕，她支支吾吾不肯多说，只说当年见过这个胎记。当年被拐的事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吃了串糖葫芦，转头就被人捂住嘴，再醒来就在黑黢黢的马车上了。后来7年辗转流离，吃过草根啃过树皮，好几次差点死在荒年里。旁人都觉得我该恨那段日子，可我从来没往心里去过。我林妙仪命硬，在哪都能活得好好的，饿过冻过又如何？我总归是平平安安回来了。可我唯一过不去的是阿弟阿娘。我刚被认回相府那年，夜里起夜，看见阿娘坐在我的房门口，摸着我小时候的衣服偷偷哭，眼睛肿得像核桃。大夫说他那7年哭坏了眼睛，如今见风就流泪。我还撞见阿爹在书房里对着满满一屋子的寻人启事发呆，那些启事遍布大江南北，边角都磨烂了。他为了找我，跑遍了全国各地，落下了终身的腰疾，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身。他们是堂堂丞相和长公主，本该是风光无限的人，却因为我整整7年活在失去女儿的地狱里，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样疼。妹妹拍了拍我的手，把我从思绪里拉回来。我没跟爹娘说，怕他们再想起当年的事伤心。过几日我陪你去百宝阁，见见那个刘嬷嬷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点了点头，嘴里的桂花糖却没了刚才的甜味。我只是迟钝，又不是真的傻。相府嫡长女，长公主的亲女儿，身边跟着一堆护卫，怎么会轻易被人拐走？当年的事，若是有人刻意为之，那这个人就是毁了我们一家7年人生的罪魁祸首。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第2日一早，我拽着谢之眼就往百宝阁去。他刚下朝，朝服都没换，就被我拉上了马车。我没瞒他，把刘嬷嬷的事还有我心里的疙瘩全说了。他听完，脸色一点点沉下来，手轻轻抚着我的后背，眼神冷厉。妙妙，我懂，你的底线从来不是自己受了多少委屈，岳父岳母因你受的苦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管背后是谁，我都帮你查得清清楚楚，给岳父岳母一个交代。我往他怀里缩了缩，心里瞬间踏实了。全世界都只看见我草包美人的壳子，只有谢之眼知道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。马车很快到了百宝阁，妹妹早等在门口，带着我们往后院走。推开房门，就看见个头发花白的老嬷嬷坐在屋里，见了我，目光死死定在我手腕上。我撸起袖子，露出月牙胎记。老嬷嬷身子猛地一抖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。大小姐，真的是您，老奴有罪，老奴对不住您，更对不住相爷和长公主啊！我心里一紧，连忙扶她，嬷嬷起来说，当年的事到底是谁做的？是老奴鬼迷心窍。当年庙会那天，是老奴故意支开了您身边的护卫，把您引到巷子口，那些人才能把您拐走的。老嬷嬷哭得喘不上气，伏在地上重重磕头。大小姐，真正害您的是当今舒贵妃，越王殿下的生母啊！我浑身一僵，扶着她的手瞬间凉了。舒贵妃，越王的生母，如今刚被册立为太子的越王，她的母亲才是当年的始作俑者。当年舒贵妃一心想让越王殿下夺嫡，长公主是圣上唯一的亲姐姐，在朝堂上说话极有分量，可长公主始终不肯站队，既不帮废太子，也不搭理越王。老嬷嬷抖着声音，从怀里掏出个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，里面是没刻着书字的丝印，还有一封字迹娟秀的密信。她拿我独子的性命威胁我，让我配合她拐走您，想拿您要挟长公主站队。事成之后，就把所有事栽赃给当时的太子李承乾。可他派去的人起了贪念，拿了他的钱，转头就把您转卖给了流窜的人贩子，跑了。舒贵妃怕事情败露，杀了所有经手的人。老奴因为提前把儿子送去了江南，连夜逃出京城，才捡了条命。这些年我隐姓埋名，夜夜都做噩梦，梦见相爷和长公主红着眼睛问我，
他们的女儿在哪？老奴对不起他们啊。密信上的字迹清清楚楚写着当年的计划，落款处的丝印是舒贵妃独有的龟印，除了她本人，没人能仿造。我站在原地，指尖冰凉，浑身的血都像是冲上了头顶。我在外7年，吃过再多苦，我都能一笑置之。可我一想到阿爹阿娘在这7年里，日日夜夜承受着失去女儿的煎熬，寻遍天涯海角，哭坏了眼睛，熬垮了身体。我的心就像被放在油锅里煎一样疼，就因为舒贵妃的一己私心，为了让她儿子坐上太子之位，就毁了我们一家人整整7年的人生。我攥紧了手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，却半点都不觉得疼。谢之言瞬间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对着地上的老嬷嬷，声音冷得像千年寒冰。这些证据，你可还能佐证？当年经手的人，可还有活口？有，当年帮舒贵妃传信的小太监，如今净身出户，在江南开了个杂货铺。老奴知道他在哪。还有当年那伙人贩子的头目被打断了腿，如今就在京城的贫民窟里讨饭。这些年我一直盯着他们，就是等着有一天能给相爷、长公主和大小姐一个交代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慌乱的脚步声，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脸都白了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群禁军，说奉太子令要搜查百宝阁，捉拿勾结废太子的逆党。话音刚落，房门被一脚踹开，一群带刀禁军冲了进来。为首的是越王身边的贴身统领，冷着脸盯着屋里，目光死死锁在地上的刘嬷嬷身上，厉声喝道：奉太子令，刘氏勾结废太子余孽，意图谋逆，立刻拿下，敢反抗者格杀勿论。谢之言往前一步，把我和妹妹护在身后，周身的戾气几乎要溢出来。本王的王妃在这里，越王就是这么教你们规矩的，擅闯民宅，张口就给人扣谋逆的帽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那统领看见谢之言，脸色瞬间白了，连忙躬身行礼，却依旧不肯退。仰王殿下，属下是奉太子殿下的命令行事，这刘氏是太子点名要的人，还请殿下不要为难属下。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越王早就知道他母亲当年做的事，一直盯着刘嬷嬷的下落。如今刘嬷嬷把真相说了出来，他怕事情败露，就立刻派人来杀人灭口，还要给刘嬷嬷扣个谋逆的帽子，让她死无对证。就在这僵持的瞬间，地上的刘嬷嬷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子猛地弓起来，嘴角瞬间涌出黑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死死盯着门口的方向。不过一瞬就没了气息。翠菊吓得尖叫一声，躲到了我身后。谢之言脸色大变，立刻上前探了他的鼻息，回头对着我们摇了摇头。他指尖捏起一根细如牛毛的银针，针尖泛着乌青的光，显然是淬了见血封喉的剧毒。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灭口了。追！谢之言一声冷喝，藏在暗处的暗卫瞬间破窗而出，朝着外面飞掠而去。那禁军统领吓得魂飞魄散，人在他眼皮子底下死了。这事要是追究起来，他第一个脱不了干系，连忙带着人灰溜溜的跑了。妹妹气得浑身发抖。越王，他好狠的心，肯定是他派人杀了刘嬷嬷。我靠在谢之言怀里，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寒意。他杀了刘嬷嬷也没用，证据我们已经拿到了，欠我爹娘的，我要他们母子俩一点一点的还回来。谢之言收紧手臂，低头看着我，眼底是全然的纵容与支持。好，你想怎么做，我都陪你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我也会把所有证据找全，给岳父岳母一个公道。接下来的3天，整个衍王府都动了起来。谢之言的暗卫遍布京城和江南，先是去江南找到了当年给舒贵妃传信的老太监，拿到了他的供词和当年舒贵妃给他的赏银，又在京城的贫民窟里抓到了当年拐走我的人贩子头目。他亲口供认，当年指使他的人就是舒贵妃宫里的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加上刘嬷嬷留下的密信和私印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舒贵妃和越王半分狡辩。第4日一早，谢之言带着我捧着所有证据直接进了宫。圣上正在御书房处理政务，见我们进来，还笑着打趣：老五和老五媳妇今日怎么有空进宫？可是又来跟朕要什么赏赐？谢之言没笑，躬身行了个大礼，把所有证据呈了上去，声音沉得像铁。父皇，儿臣今日前来是要状告舒贵妃，17年前策划拐走晨曦林妙仪，智相爷与长公主夫妻2人，整整7年活在失女之痛中，身心俱损，事后杀人灭口，祸乱朝纲。圣上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拿起桌上的证据一封封看下去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手越攥越紧，到最后猛地一拍桌子，桌上的茶杯都震得摔在了地上，碎裂一地。放肆，简直是放肆！圣上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睛通红。淑妃，她竟然敢做出这种事！长公主是朕的亲姐姐，朕看着她因为丢了妙仪一夜白头，7年里日渐憔悴，朕心如刀绞。她竟然敢动这种心思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躬身行礼，声音平静，却字字铿锵：陛下，臣媳今日前来，不是为自己喊冤。臣媳在外7年，吃过草根，挨过饿，可臣媳命硬，在哪都能活得好好的。这些苦，臣媳从未放在心上。可臣媳不能忍的是舒贵妃的一己私心，让我的爹娘整整7年活在地狱里。我阿娘为了找我，哭坏了眼睛，
如今见风就流泪。我阿爹为了找我，跑遍了大江南北，落下了终身的腰疾，一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。7年里，他们没有一天不再盼着我回家，没有一夜不再为我流泪。这份锥心之痛是舒贵妃一手造成的。臣希求陛下给我的爹娘一个公道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御书房的门就被推开了。长公主，我的阿娘站在门口，眼眶通红，身后跟着我的阿爹丞相林大人。想来是圣上身边的人悄悄给他们通了信。阿娘快步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抱住我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却死死咬着唇，没哭出声。阿爹站在一旁，看着桌上的证据，手紧紧攥着，指节都泛了白，眼底是压抑了17年的滔天怒火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尖唱：“舒贵妃到，越王殿下到。”想来是有人给他们通了风，报了信，他们急着过来辩解了。舒贵妃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是他们污蔑臣妾，臣妾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那密信是伪造的，私印是仿的，人证也是被他们买通的。陛下明察啊！越王也跟着跪下，脸色发白，却依旧强装镇定。父皇，儿臣以性命担保，母妃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，是衍王故意捏造证据，陷害儿臣和母妃。冤枉！我从阿娘怀里转过身，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舒贵妃。舒贵妃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真的冤枉吗？当年你为了让越王夺嫡，算计我一个7岁的孩子，毁了我们一家7年。你午夜梦回，就不怕我爹娘夜夜找你问他们的女儿在哪吗？我娘待你不薄，当年你刚入宫被人欺负，是我阿娘护着你，可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。你欠我的，我可以不计较，可你欠我们一家的，欠我娘的，我半分都不会让。舒贵妃的身子猛地一抖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谢之言冷笑一声，看向越王，那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，3日前百宝阁里刘嬷嬷被毒针射杀，是不是你派的人？你若是不知情，为何会那么巧，在刘嬷嬷刚说出真相的时候，就带着禁军去抓人？你若是心里没鬼，为何要杀人灭口？圣上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母子俩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震怒。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敢狡辩？淑妃，朕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宠信你这么多年。你为了让你儿子当上太子，竟然做出如此阴狠毒辣的事，害了长公主整整7年，你罪该万死。舒贵妃吓得面如死灰，瘫在地上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圣上闭了闭眼，在睁开时满是冰冷的旨意。淑妃德行有亏，心肠歹毒，罪大恶极，即刻打入冷宫，赐白绫1条，今日50行刑。不，陛下，臣妾冤枉，陛下饶命啊！舒贵妃疯了一样哭喊，却被禁军直接拖了下去。哭喊声响彻整个御书房，最终越来越远，消失不见。圣上的目光落在了跪在地上的越王身上，语气冷得像冰。越王，你生母犯下如此大罪，你知情不报，刻意包庇，甚至为了掩盖罪行，杀人灭口，你可知罪？越王浑身抖得像筛糠，一个劲的磕头，额头都磕出了血。父皇，儿臣知罪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求父皇饶了臣这一次。糊涂！圣上冷哼一声，朕立你为太子，是看你品性端正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是非不分，包藏祸心。从今日起，废去你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圈禁在京郊别院，永世不得踏出半步。旨意一下，越王彻底瘫在了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他处心积虑算计了一辈子，靠着母亲的阴私手段往上爬，最终还是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。从皇宫出来的时候，阳光正好洒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阿娘一直牵着我的手，紧紧的，生怕一松手我就又不见了。阿爹走在我们身边，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却只是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谢之言牵着我的另一只手，一步步走在公道上，他的手掌宽大温暖，把我的手裹得严严实实。妙妙，都结束了。他低头看着我，声音温柔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笑了，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谢之言，谢谢你。跟我谢什么？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把我揽进怀里。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护着你们是我一辈子的事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看着身边相视而笑的阿爹阿娘，心里的那块压了10几年的石头终于彻底落了地。那些年阿爹阿娘受的苦总算有了交代，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只会平平安安，甜甜蜜蜜的。只是我没想到被圈禁的越王竟然还不死心。3日后的深夜，我和谢之眼刚睡下，福叔就急急忙忙敲房门，声音都抖了。王爷，王妃，不好了，京郊别院出事了，废庶人越王买通了看守，跑了。宫里也传来消息，他带着一群死士闯宫行刺，没成功，现在带着人往相府的方向去了。我和谢之眼瞬间就醒了。谢之眼猛地坐起来，脸色大变，抓过一旁的佩剑，不好，他是狗急跳墙，要去相府报复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阿爹阿娘还有妹妹都在相府里，越王没了母亲，没了太子之位，成了圈禁的庶人，他现在就是个疯了的亡命之徒。他恨我毁了他的一切，就要去伤害我最在乎的家人，我绝不能让他再伤我的爹娘分毫。谢之言，快去相府！我抓着他的手，声音都抖了，连忙起身穿衣服。别怕，
我在。谢之言迅速穿好朝服，把我护在怀里，对着外面大喝一声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亲兵立刻集合，随我去襄府，暗卫先行一步，务必护住襄府上下所有人的安全。是。外面传来整齐的应答声，马蹄声瞬间响起。谢之眼把我抱上马，翻身上来坐在我身后，勒紧缰绳，骏马嘶鸣一声，朝着襄府的方向狂奔而去。深夜的京城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我们的马蹄声急促地响着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我靠在谢之眼怀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爹娘和妹妹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我已经让他们受过一次失去我的苦了，绝不能再让他们受一次伤害。很快襄府就到了，远远的就看见襄府门口火光冲天，喊杀声震耳欲聋，一群蒙面的死士拿着刀正在疯狂冲撞襄府的大门。襄府的护卫死死守着门，已经倒下了好几个，眼看大门就要被撞开了。杀！谢之眼一声大喝，带着身后的亲兵冲了上去。他带来的都是跟着他在前线出生入死的铁骑，个个以一当十，骁勇善战。那些亡命的死士根本不是对手，不过片刻就倒下了一大片，剩下的人四散奔逃，被亲兵团团围住，一个都没跑掉。我从马上跳下来，提着裙子就往相府里冲。阿爹、阿娘、妹妹，院子里也是一片狼藉。几个死士冲破了侧门，正围着阿爹、阿娘、妹妹和裴宪挡在他们身前。裴宪手里拿着一把剑，身上已经沾了血，胳膊上还中了一刀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住手！我大喝一声，抄起旁边花坛里的一根木棍，朝着离妹妹最近的那个死士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。我当年在外流离7载，别的没学会，打架的本事还是学了点的。一棍子下去，正好砸在那人的后脑勺上，他闷哼一声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妹妹看见我，眼睛都红了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这里危险！我不走！我挡在他和阿爹阿娘身前，举着木棍，瞪着剩下的几个死士，谁敢动我家人一下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死士举着刀，红着眼朝我扑了过来。我心里一紧，一道身影快如闪电的冲过来，一脚把那人踹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墙上，没了气息。是谢之眼，他解决完外面的人，进来了。他把我死死护在身后，手里的长剑泛着寒光，眼神冷得能冻死人。看着剩下的几个死士，声音里满是戾气，敢动皇室宗亲，你们找死！剩下的几个死士吓得腿都软了，转身就要跑，被冲进来的亲兵瞬间拿下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院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正屋的房梁上突然跳下来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疯了一样朝着阿爹阿娘扑过去，嘴里嘶吼着：林妙仪，你不是最在乎你父母吗？现在我就杀了他们！都是你们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是越王，他竟然还藏在院子里，目标从始至终都是我的爹娘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想都没想就扑过去，挡在了阿爹阿娘身前。就在匕首快要刺到我身上的瞬间，谢之言猛地冲过来，抬手用长剑挡开了匕首。金属碰撞的刺耳声响起，越王被震得后退了2步，谢之眼反手一剑刺穿了他的肩膀。越王发出一声惨叫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匕首也掉在了一旁。亲兵立刻冲上去，把他死死按在地上，捆了起来。他趴在地上，抬起头，怨毒地盯着我，嘴里还在嘶吼：林妙仪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母妃不会死，我不会丢了太子之位，我要杀了你全家，你没机会了！谢之眼冷冷地看着他，围攻襄府，意图谋害朝廷命官与皇亲国戚，数罪并罚，你等着凌迟处死吧！越王彻底瘫在了地上，面如死灰，再也没了声息。危机终于解除了，阿娘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妙仪，我的傻孩子，你刚才吓死阿娘了，你怎么能冲上来挡啊？阿爹也走过来，眼眶红了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声音都哑了：傻丫头，爹和娘怎么会让你护着？我抱着他们，拍着他们的背，笑着哄他们：阿爹阿娘，不怕了，都结束了。以前都是你们护着我，现在换我护着你们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了。妹妹也扑过来，抱着我们，哭成了一团。阳光慢慢从东方升起来，洒在襄府的院子里，暖融融的，真好，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。第2日，圣旨就下来了，废数人越王聚众谋逆，意图谋害皇亲，罪大恶极，当日50于午门凌迟处死。当年参与拐卖案、包庇淑贵妃罪行的所有人，一律斩首，抄家灭族。整个京城也因为这场风波彻底洗了一遍牌，而我们一家人也终于彻底翻篇了，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甚至比以前更甜了。谢之眼恨不得把我拴在裤腰带上，走到哪带到哪，连上朝都想把我揣在怀里。府里的门槛全被他拆了，说怕我走路绊倒，院子里的石头也全被清走了，连我吃的东西都要他亲自尝过，确认没问题才给我吃。翠菊天天跟福叔吐槽，咱们王爷现在跟个护崽的老母鸡似的，恨不得把小姐从里到外护起来。我听了笑得直不起腰，谢之眼却一脸认真：我就这么一个王妃，不护着你家小姐护着谁？阿爹阿娘也像是放下了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，整个人都舒展了不少。阿娘的眼睛找太医慢慢调理，竟然好了许多，又能拿起绣针给我绣小孩子的肚兜了。阿爹的腰疾，谢之言找了神医给他调理，也渐渐好了起来。
阴雨天再也不会疼得下不了床，他们再也不用被当年的事困住，日日都过得开开心心的。这天早上，我刚吃完早饭，突然一阵恶心，捂着嘴跑到院子里吐了个天昏地暗。谢之眼吓得脸都白了，抱着我声音都抖了。妙妙，怎么啦？哪里不舒服？快传太医！府里瞬间鸡飞狗跳，太医很快就来了，给我把了脉，立刻笑着躬身行礼，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恭喜相爷，长公主。王妃这是有喜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阿娘手里的绣绷啪嗒掉在了地上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却是笑着的。阿爹站在一旁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地说：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我愣住了，有喜了，我怀孕了。谢之言也僵住了，站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猛地蹲下来，耳朵小心翼翼地贴在我的肚子上，傻乎乎地问：这里有个小宝宝。我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是啊，有个小宝宝了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红了，一把抱住我，声音哽咽：妙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一个家。我拍了拍他的背，心里软乎乎的。7岁那年，我被人拐走，让我的家碎了7年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不仅补全了爹娘的遗憾，还要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更圆满的小家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。谢之眼彻底成了个闲人，朝堂上的事能推就推，天天守在我身边，给我揉腰，给我剥葡萄，连我翻个身他都要紧张半天。妹妹天天来看我，给我带各种好吃的，给未出世的小宝宝做小衣服小鞋子，堆满了整整一屋子。阿娘3天2头往王府跑，恨不得直接住在这里，天天给我炖汤，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我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日子过得美滋滋的。这天晚上，我靠在谢之眼怀里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啃着他给我包的橘子，突然想起刚嫁进王府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坐在喜轿里啃着包子，心里想着升官发财死相公。如今相公没死，反而成了个宠妻狂魔，我还怀了宝宝，爹娘安康，妹妹幸福，日子比当初想的还要美上1万倍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笑着问：谢之眼，你当初刚醒的时候，不是说我蛇蝎心肠，让我滚吗？现在怎么天天黏着我？他耳尖红了，捏了捏我的脸，无奈的笑。那时候不是眼瞎吗？没看出我们妙妙心底善良，看着没心没肺，心里比谁都重情义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手轻轻附在我的肚子上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妙妙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往后余生我会护着你，护着我们的孩子一辈子。我往他怀里缩了缩，啃了最后一瓣橘子，心里甜滋滋的。是啊，林妙仪遇见了谢之眼，谢之眼爱上了林妙仪。往后的日子，3餐4季，家人安康，平安喜乐，美得很。